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都在担心 AI 伺服器是不是要进入产品过渡期的空窗期，毕竟辉达的产品迭代速度快得惊人，市场原本预期大客户会为了等待更完美的下一代产品而放慢脚步。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人埃隆·马斯克带着惊人的支票本回来了。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直接点破了一个市场集体低估的震撼事实：马斯克旗下的 xAI 正在疯狂扫货，订单量从原本预期的6000到8000柜，直接飙升到13000柜以上的 GB300 机柜。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增加，这代表着当传统云端服务大厂还在犹豫要不要等 VR200 的时候，以 xAI 为首的新兴云端服务商正在利用这个窗口期发动一场算力规模的闪电战。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市场上关于2026年下半年 AI 投资会冷却的逻辑可能全部都要推倒重来。华瑞认为，这场由马斯克引发的采购狂潮不仅填补了市场最担心的需求缺口，更揭示了 AI 基础设施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不计成本只求规模的新阶段。野村证券指出，虽然 AI 市场正处于 GB300 向 VR200 迁移的产品转型期，但新兴云端服务商，尤其是马斯克旗下 xAI 的强劲需求，正在有效降低2026年下半年的转型压力。野村因此上调辉达 AI 伺服器机棍出货预测。华瑞认为，这份报告透露一个重要讯号： AI 成长动能正在发生结构性转移。当传统4大云端巨头开始重视投资报酬率，控制资本支出时，新兴玩家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成为 AI 基础建设的新推动力。首先，野村分析 xAI 背后的资金实力。xAI 隶属于 SpaceX， 而 SpaceX 近年积累大量资金，并将相当比例投入 AI 基础设施。根据野村资料， SpaceX 2026年第一季 AI 相关资本支出占总支出的 61%， 显示马斯克对算力建设的投入优先级极高。供应链数据也印证需求升温。野村指出， SpaceX 与 xAI 近期持续提高对戴尔与美超微 AI 伺服器订单，预估 xAI 2026年 GB300 需求可能超过13000柜，远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6000-8000柜。这代表 AI 需求并未见顶，而是逐渐转向资金更充足、扩张更积极的新兴云端服务商。美超微近期业绩也反映此趋势。虽然营收接近财测下缘，但 non-GAAP 毛利率提升至 15% 到 17%， 明显高于原先预期，主要受惠于高毛利 AI 伺服器订单增加。野村认为，新一波 AI 基础建设需求正在改善供应链获利结构。除了辉达， AMD 也成为市场焦点。野村指出， AMD MI450 系列已获得 OpenAI、Meta、微软与 Anthropic 等大型企业采用，其中 Anthropic 更与 AMD 达成合作，规划部署大规模算力中心。华瑞认为，这代表 AI 晶片市场正逐渐从辉达单一主导走向多元竞争，也将加剧先进封装产能争夺。不过，野村提醒，真正的瓶颈可能已从晶片短缺转向封装短缺。随着辉达 GBVR 系列与 AMD MI450 在未来几年同步放量， CoWoS 等先进封装产能可能成为限制 AI 扩张速度的关键。另一项重要变化是辉达产品结构正在转型。野村预估，机柜型产品占比将持续提升，2026年约达 73%， 2027年更可能升至 81%。 华瑞认为， AI 供应链价值将从单纯晶片制造转向整机棍整合、散热、电源与高速连接等环节。因此，华瑞认为，投资人不应只关注 GPU 大厂，也需留意能直接受惠于 AI 机柜出货的下游企业，例如具备伺服器整合能力的 ODM 以及散热、电源与线材供应商，未来可能享有更稳定的成长动能。不过，市场仍存在短期风险。野村指出， VR200 放量时间可能延后1到2个月，2026年底可能出现短暂出货节奏落差，投资人需避免过度依赖单一产品世代、缺乏转型能力的企业。此外， AMD 的崛起将是未来 AI 供应链的重要变数。当更多云端巨头导入 AMD 晶片，相关供应链可能迎来估值重新评价，市场竞争也将从谁能制造晶片转向谁能最快建立完整算力工厂。总结而言，野村证券认为 AI 投资并未降温，而是在重新分配。xAI 的强势投入填补了产品转型期的需求缺口，
AMD 的崛起则改变市场格局，未来 AI 竞争的核心不只是晶片性能，而是整体算力基础建设的速度与效率。真正的赢家可能是那些能掌握机柜整合、能源、散热与供应链关键环节的企业。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